我刚传承金丝猴，就被天之娇女召唤，成了她的守护兽。可她宁愿遭受反噬，也不和我签订契约。我欣然接受，转头就跟角落那个灵根全废的女孩签了死契。全场哄笑，都说废兽配废人，绝配。直到兽潮爆发，他俩都一虚不失身材，而我化身上古神猿，踏足虚空。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满身金灿灿的猴毛，我变成了一只金丝猴。F 级契约兽金丝猴，绝了！天之娇女冷月心居然召唤出了一只毫无战斗力的观赏猴。这简直是苍云御兽联盟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，笑死我了！斗战本源已觉醒，当前状态又生期金丝猴吞噬万物，方可重铸斗战金身。我抬头看向面前那个满脸嫌弃的绝色女孩。冷月心，按规则你必须与她契约，否则她将无法进化，你也会遭受反噬。我宁愿反噬也不要这猴子，他死活与我何干？一只连灵力都没有的破猴子，也配当我的御兽？靠，好恶毒的女人！发现 SSS 级潜力御兽者，该御兽者遭前契约兽背弃，若与之契约，可加速斗战本源复苏。潜力 SSS 级，还是个被抛弃的底层御兽师。我直接无视了高高在上的冷月心，三两步跳出法阵，一跃来到女孩面前。你想契约我吗？女孩愣住了，不可置信地指了指自己。我？你是想成为我的契约兽吗？大姐，轻点，差点成为史上第一只被闷死的金丝猴。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你真的愿意做我的契约兽吗？他们都说我是个弱者，契约兽嫌弃我跑了，我天赋很差的，你跟着我会受苦。天赋差，那是他们瞎了狗眼，以后我罩你。长老，我想与他签订契约。柳凝霜，契约不可逆，你现在毫无灵力，再签一只观赏猴，你想清楚了？哟，你是不是被抛弃后脑袋也不好使了？这种猴子都要？他就是天赋尽毁的弱者，他和观赏猴简直是绝配呀！他不是观赏猴。就冲这股护犊子的劲，你这主子俺认了。灵魂契约缔结成功，斗战本源复苏。契约者柳凝霜，当前天赋1级，可随宿主进化至 ISS 级，获得造化点25点。先吃这些，以后我会想办法给你弄营养液的。造化点已满25点，是否消耗造化点淬炼凡胎？淬炼，必须淬炼。吞噬了造化点，我的身体开始发生了一些诡异的变化。你怎么了？身上怎么这么烫？都怪我乱喂你吃东西，你撑住，我去拿冷水。我此刻浑身像被烈火灼烧，低级灵果干里驳杂的灵气直接点燃了我体内的本源。淬炼完成，凡胎蜕变，当前形态灵明金丝猴，觉醒天赋金瞳，感知方圆10里内灵气活动与弱点，觉醒能力灵活掌控，操控纯阳之火，下一形态需造化点100。太好了，你没事。对不起，小金，我以后再也不乱喂你了。这姑娘怎么老道歉？硬气点。你样子好像变了，毛发好漂亮。你不是普通的猴子，对不对？那是当然。催动金瞳，
苍云御兽联盟后面的苍翠林里，漂浮着不少代表低级妖兽的红点，那都是白花花的造化点。小心小心！你想去苍翠岭，那里最低级的妖兽也……好，我陪你一起去，就算拼了命，我也要让你变强。哟，宁霜，真的是你啊！听说你契约了一只金丝猴，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呢。青青，信了吧？我早说了，他被抛弃后已经精神失常了。放屁！猴哥一棍子敲碎你的天灵盖。宁霜，听我一句劝，暗影狼抛弃你是因为你太弱，但你不能自暴自弃啊！哼，立刻解除契约，哪怕换只地劫的土狗，也比他强10000倍。这死猴子居然敢用石头砸我！青青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不会解除契约。小金比任何人都懂人性，更何况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只有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就为了这死猴子？柳宁霜，你本来就举步维艰，现在还带个拖油瓶，真是无药可救。你以为去了苍翠岭，凭一只观赏猴能护得住你？我相信我的选择不会错。小金，我们走。算了，青儿，一个没有灵力的弱者带着只猴子进苍翠岭，哼，自寻死路。青儿，从他契约这猴子起，你们再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苍翠岭危机四伏，我们刚进树林，就被一团猩红的灵气就盯上了。苍翠岭外围树木参天，柳凝霜走在坑洼的泥地上，十分吃力。小金，跟紧我，千万别乱跑。我蹲在他头顶的树杈上，金筒悄然开启，视线中前方草丛里一团猩红色的灵气正在剧烈翻滚。找到你了，那是一头体型巨大的牛。我掌心凝聚起一团炽热的纯阳之火，刚准备一跃而入。这头嗜血狂牛，我们追一路了，谁让你们碰了？这狂牛明明是我们先发现的，要滚的人是你们。讲理！凭你是个灵脉尽毁的弱者，还是凭你这只连毛都没长齐的破猴子？赶紧滚开！要不是我们把这狂牛打伤，你们早被他踩成肉泥了。没找你们要保护费就不错了，滚！眼看猎物被抢，还要被当面羞辱，我体内的斗战之血瞬间沸腾。找死！你们两个竟敢抢我的东西！疾风狼，给我上，杀了那只猴子！不要，小金，你快跑！跑！猴哥，我的字典里就从来没有这个字。我猛地踩在他的肩膀上，借力高高跃起。我掌心的纯阳之火轰然爆发，一拳狠狠砸在他的脑门上，成功吞噬2级妖兽嗜血狂牛，获得造化点60。当前造化点已满，开启凡胎蜕变。蜕变完成，当前形态灵明石猴。这猴子怎么突然变大了？你们刚才想杀我是吧？怕什么？再变大也就是只大一点的观赏猴，能厉害到哪儿去？给我上！哼！住手！你废了我的契约兽，学府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残害同门契约兽是重罪，快让他停下！
现在想起是同门了。刚才你们纵容季风狼杀小金时，怎么没想到？成功吞噬疾风狼，获得造化点50，当前造化点60。打了小的，自然要来大的。这两个作茧自缚的恶霸跑回去后，添油加醋，向背后的家族狠狠告了我们一状。回到洞府，柳凝霜细心的打来井水，帮我擦拭身上的灰尘。他把狂牛和疾风狼身上爆出的妖核清理出来，在木桌上数了又数。太好了，这些材料拿去坊市卖掉的话，能换好多高级灵液给你补身体。有你在，感觉真不赖，舒服，这才是猴哥该有的待遇。与此同时，苍云城冷家大宅，冷破君少爷，就是柳凝霜和那只金丝猴，他杀了我的疾风狼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一头疾风狼打不过一只观赏猴，打不过妖兽就算了，能不能找个靠谱点的理由？少爷，我真没骗您啊，那根本就不是普通猴子，他还能凭空变出一个冒火的棍子。明天带我过去，我倒要亲眼看看一只死猴子能有多大本事。深夜，柳凝霜已经睡熟了，我正睡得迷糊。冰，接收到高浓度生命能量，判定天地灵宝地心火莲已成熟，若宿主成功吞噬，可直接完成下一次蜕变。天助我也！那就是地心火莲，但这等极品天材地宝周围，必然有恐怖的守护兽。凭借金童的指引，我化作一道金色的残影，在夜色中狂奔，再次深入了苍翠的核心区域。还没靠近，前方就传来地动山摇的巨响。我翻上一棵参天古树，拨开树叶，低头看去，一朵散发着赤红色光芒的莲花正悬浮在岩浆池上，那就是地心火莲。但火莲旁边，两头庞然大物正为了争夺宝物不可开交。一头是浑身冒着烈火的噬火猩猩，另一头是皮糙肉厚的铠甲巨鳄，全是3阶巅峰妖兽。大猩猩一拳砸在鳄鱼背上，鳄鱼转一口猩猩。要是现在硬拼，我这刚刚蜕变的噬火之躯肯定要吃它。但我有脑子啊！我屏住呼吸，蹲在树杈上，等他们两败俱伤后，我再去捡漏，岂不必哉？战斗惨烈到了极点，巨鳄死死咬住了猩猩脖子，猩猩发苦重击了巨鳄腹部，轰隆一声，两头3阶妖兽双双倒在血泊中，气息奄奄。就是现在！吞噬3阶妖兽噬火猩猩，造化点加85；吞噬3阶妖兽铠甲巨鳄，造化点加80。爽，这才是真正的造化盛宴。小金，你果然在这里！刚才的动静吓死我了，你没事就好。这傻姑娘发现我没在，竟然大半夜一个人跑到这么危险的深处找我。少爷，就是那只猴子。原来好东西在这里，带着你的破猴子赶紧滚！这里的灵宝不是你们能碰的。凭什么是小金先发现的，就要让给你们？发现有用吗？你们也配？再不滚，连人带猴一起废了！学府有规矩，宝物先到先得，你们敢强抢？规矩，在这秘境里，谁的力量强，谁就是规矩。都给我闪开！本少爷这就把灵宝拿下。别过去，灵力流向不对。雷文剑齿虎，给我上！挡住他！怪物，快跑！小金，快跑！冰，
吞噬地心火莲，斗战本源纯度飙升，造化点已满足。蜕变完成，当前形态斗战获得新技能斗战领域金刚不坏。魔熊感受到挑衅，挥舞着巨大的熊掌朝我砸来，带起一阵狂风。小心！我站在原地不闪不避，开启金刚不坏。魔熊愣住了，似乎不理解为什么这只小猴子这么硬。哼，打完没？该我了。我双手紧握暗金长棍，体内纯阳之火轰然灌注进棍身。斗战领域开！魔熊的身躯猛地一沉，膝盖直接砸在地上。吃我一棍！长棍带着火光，狠狠抽在魔熊的胸口。它飞出去，接连撞断了10几棵大树才停下，彻底失去了动静。整个苍翠岭死一般寂静。我收起长棍，火甲散去，重新变回了半大石猴的模样。小金，你到底是什么神兽？我冲他眨眨眼，指了指满地的妖核。对，快打扫战场，不能让人发现。快躲起来！这是纯正的神兽本源气息，有人在这里秒杀了神级巅峰的变异兽。苍人城竟降临了此等神兽，若能将其收入血府，何愁抵御不了未来的大劫？传我命令，立刻封锁苍翠岭，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这只神兽。你是血府的弟子？盟主好，我是柳凝霜。你刚才可曾看到一只浑身冒火的神兽？没有，我听到动静就躲起来了。这里太危险，赶紧回城。哟，你们居然活着出来了，不会是在外围捡了些废品吧？让开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听说你弄到了点低级妖核，卖给我吧，我出双倍价格，就当施舍你了。不卖，这些资源是留给小金的。哼，就这只观赏猴，我的暗影狼已经突破2阶了。站住！3天后就是联盟的擂台大比，有种你就报名，我要在所有人面前把你的自尊踩得粉碎。好，我报名，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弱者。好，我等着看你在擂台上怎么求饶。唉，小金，我们必须赢，不能再让人看扁了。吃吧，全吃了。定，吞噬4阶妖核，造化点加300；吞噬5阶妖核，造化点加500。当前造化点已满，宿主本源进阶，开始反哺契约者。契约御兽师柳凝霜，受本源洗礼，受损灵海修复，天赋封印解除，提升为 A 级。小金，我的天赋提升了。小金，谢谢你，我感觉浑身的灵根都通畅了。来一份肉羹。好嘞。掌柜的，你们这儿怎么什么人都能进？小金，快吃，吃完我们要去报名试炼塔，没必要费时间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去试炼塔，去给里面的高阶妖兽当口粮吗？姓名：契约兽，选择试炼难度。柳凝霜，契约兽小金，难度选择地狱级。
他疯了吧？地狱级里全是2级巅峰妖兽。明霜，你想死别死在学府里啊！带着只观赏猴进地狱级，你是嫌命长？地狱级试炼一旦进入，生死自负。你确定要进？我确定。小金，躲我后面！傻姑娘，该躲的是你才对。快看，柳凝霜的积分动了，这都怎么回事了？晶石阵坏了吧？怎么回事？地狱级试炼塔内的妖兽气息正在急剧锐减。回盟主，今日进入地狱级的只有柳凝霜和他那只金丝猴。不可能，地狱级试炼塔里有数头3阶妖兽，绝对不是一个 A 级弟子能对付的，一定是有高阶力量介入，是那只神兽，它一定藏在试炼塔里。立刻封锁试炼塔所有阵法出口。丁，当前造化点一满，开启深层反哺。小金，我的灵海完全拓宽了。小金，我们得走了。只有你们在里面可曾感到什么异常？没有啊，里面太黑了，我们就赶紧捏碎符石出来了。一派胡言！你们要是没杀妖兽，那榜首的积分是怎么回事？绝对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妖术作弊。第1名柳凝霜，契约兽金丝猴，积分9999。楚青云死死盯着柳凝霜，强大的威压让他呼吸都有些困难。作弊？一个 A 级弟子能在地狱级试炼塔里作弊？他要是没作弊，那9999的积分怎么解释？清零了，原来是法阵出问题了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底层御兽师带观赏猴真能逆天呢。柳凝霜暗自松了口气，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虚名。既然是法阵故障，你们走吧，下次不要再逞强进地狱级了。多谢盟主。盟主，试炼塔里的妖兽真的全空了。那只秒杀魔熊的神兽，
真的潜伏在我们学府里。盟主，兽潮最多还有10日就会兵临城下，要是找不到神兽，苍云城危矣。既然找不到，那就让他自己出来，立刻以学府名义发布通告，3日后举行联盟擂台大比。这时候办大比有什么用？至于冠军奖励，拿出学府至宝太古苍龙血晶。盟主三思，我就不信面对苍龙血晶这种顶级造化，那只神兽还能忍得住不露面。消息一出，整个苍云城彻底沸腾。这是真的？有哪个？小金，快吃吧。吞噬大量高阶妖核，造化点已满，开启进化。我强行压制住进化的意象，体内却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进化成功，新增技能斗战威压，反哺契约者。柳凝霜闷哼一声，惊喜地发现自己灵脉再次拓宽。第二天，柳凝霜从外面带回了一张告示单。小金，你看，联盟大比的冠军奖励是太古苍龙血晶，听说能逆天改命，洗毛法髓。如果拿到了，你一定能进化得更强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把它赢回来。与此同时，冷家大宅内，家主冷青天冷冷地看着下方的冷月星。那太古苍龙血晶，我冷家势在必得。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扫清一切障碍。深夜，洞府摸进来3个蒙面的黑衣人。老大，雇主给的钱也太好赚了吧！目标就是个病弱丫头和一只观赏猴，废什么话？冷家要让他参加不了大比，动作快点。3人刚翻过院墙，我脑海中的金童就亮了起来。我连动都没动，双眼金芒一闪，斗战威压开。饶命！是冷小姐，她想让你没法参加明天的联盟大比。滚回去告诉冷月心，明天的擂台上，我会亲自把她踩在脚下。4日清晨，苍云御兽联盟决斗场，人声鼎沸，各大家族和全城御兽师都聚集在此。冷月星站在备战区，身边跟着那头体型庞大的暗影狼，他满脸得意，笃定柳凝霜今天绝对不倒。参赛者入场，看，那不是那个灵力全无的废柴吗？他居然真敢来！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柳凝霜带着蹲在他肩头的我，一步步走进了决斗场。冷月心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。青龙区第1场，柳凝霜对阵孙猛。赶紧认输吧！就你个天赋尽毁的弱者带只观赏猴，我一脚就能把你们踹下去！小金，不用留手。找死！烈地息，给我撞碎他！斗战威压，开！一股源自远古的无上血脉气息轰然降临，烈地息像是站不稳似的，砰的一声，前腿一软，直接跪滑到我面前，全场死寂。不可能！你用了什么妖术？规矩里没说不能用威压。楚盟主，B 级妖兽直接被吓晕，这绝非妖术，而是极致的血脉压制，连动手都没动，仅凭气
息就压垮同级。战城主，这恐怕就是我们在苍翠岭没找到的那只神兽，竟藏在一个弟子身边，还是一只猴子形态。接下来的半决赛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走多远。东区柳凝霜对战天狂。战天狂，城主之子，全院公认的天才。当他牵着一头浑身冒火的 S 级赤炎金龙幼体走上擂台时，全场沸腾。你的猴子很有意思，但靠投机取巧赢不了我。来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真正的本事。赤焰金龙，龙息喷吐。小金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吞了龙火。既然如此，金龙燃血狂化。既然你连命都不要，那我就送你下去。我俯身向前，虚空一抓，暗金长棍瞬间凝聚在手。斗战领域，震！此战胜者柳凝霜。好可怕的爆发力！赶紧命人去把儿子抬下来。把这个喂给暗影狼。今日那滴太古苍龙血晶必须归我冷家。柳凝霜，你能走到这一步，确实让我意外。但今天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的破猴子被撕成碎片。禁药！冷家竟然使用禁药！冷青天，擂台之上，你竟敢如此下作！楚盟主慎言。这只是激发潜能的秘法罢了，若是不敢打，认输便是。小金，斗战领域，给我趴下！我答应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此战胜者柳凝霜。不可能，我是天才，我怎么会输给你？S 级，很抱歉，我现在也是。
本届擂台大比冠军，柳宁霜。柳宁霜，这是你应得的奖励。这等天地至宝，你们也配拿？给我拿来！放肆！冷家主，当着本城主的面强抢，你要造反吗？造反！战无极，你还在这儿摆城主的臭架子，用不了几天，你这苍云城就要变成一片废墟了。最新绝密情报，魔渊的封印出现裂缝，受潮的前锋最多3日就会兵临城下。与其把血精浪费给一只死猴子，不如给我冷家。他说的没错，受潮确实要来了。我们本想拖延几日再公布，你们就指望他和他的猴子来救城吧？我们走！全城陷入无尽的恐慌。柳姑娘，时间不多了，眼下唯一能扭转战局的，就是让小金吞噬这滴苍龙血精，冲击最高形态。不仅是血精，血府和城主府的所有高阶妖核，今天全部对你们开放，我们倾尽全城资源，助他进化。可是，对付千万兽潮，小金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我不想他。丁，检测到太古远古龙血注入，与斗战本发生极度共鸣，吞噬全城海量资源，造化点已满溢，开启超阶终极进化。丁，超阶终极进化完成，当前形态紫君龙元，觉醒终极天赋法天象地，龙元战体。系统提示：契约者柳宁霜，天赋跃升 SSS 级，觉醒专属能力神念领域，可大范围增幅友军，进行极限微操作指挥。小金，我感觉我能感知到这座城里每一个人的灵力流向。骑上，快去！受潮来了，全城警戒！战无极和楚青云脸色大变，带着我们火速冲上苍云城的南城墙。城墙外，黑压压的妖兽一眼望不到尽头，正疯狂地朝城池冲来。受潮来了，全城警戒！嘶吼声震天动地，守城将士们虽然咬牙死撑，但面对这种数量，眼中满是绝望。顶住！人在城在，人在城在！让我来。柳宁霜快步走到城墙边缘，双眼微闭。一股无形的精神波动以他为中心，神念领域开，全员战意增幅，灵力共享。城墙上千名将士浑身一震，原本恐惧的心灵被一股强大的战意取代。在他的微操下，
第一波受潮竟然被硬生生挡住了。战无极和楚青云看呆了，这就是 SSS 级御兽师的含金量吗？防线刚刚稳住，城东方向突然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，坚不可摧的护城大阵竟然从内部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。怎么回事？护城大阵怎么破了？怎么回事？护城大阵怎么破了？只见东城门处阵法核心已经化为一片废墟，而在废墟之上，冷晴天带着冷家的一众精锐正冷笑着看向这边。冷晴天，你敢叛城？背叛！别说的那么难听，良禽择木而栖。战无极怒火攻心，长枪一抖就要冲过去。你个，城主，别管他了，妖兽冲进来了！随着阵法破裂，成千上万的妖兽顺着东城门的缺口疯狂涌入，守城的将士们根本来不及防御，防线瞬间崩溃。战无极，柳凝霜，哈哈哈哈！你们就和这座城一起陪葬吧！看着汹涌而入的妖兽群，柳凝霜面色冰冷，没有一丝慌乱。小金，不用管那个叛徒，交给你了。斗战威压，给我战！冰吞噬大量妖兽，造化点持续增加。我就像一尊不知疲倦的战神，死死堵在缺口处，来多少少飞多少。在柳凝霜的神念精准增幅下，我每一棍都砸在兽潮最面部、最脆弱的节点上。一人一棍，竟然硬生生将千万兽潮堵在了城门外。不可能！一只猴子怎么可能挡得住兽潮？兽潮受阻，深渊中的恐怖存在终于坐不住了。恐怖的威压让城墙上的将士们甚至无法呼吸。三刀流姐，完了！慌什么？小金，3点钟方向炎龙紧嘴，7点钟方向毒蟒7寸。这可是6阶妖兽啊，一棍秒杀！就在全城准备欢呼时，天空中突然撕裂开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缝。好纯粹的斗战本源，吃了你，本尊就能踏破这方天地了。天空彻底撕裂，无尽的黑雾翻滚，妖尊的威压如同实质，南城墙上的守军瞬间倒下一大片。城主，弟兄们真的顶不住了，这样守下去，全军覆没呀！活命更重要，只要活着还能重建。重建？城都不要的兵，谈什么重建？我战无极，今日就与苍云城共存亡！就在这时，苍云御兽联盟方向突然升起一道坚固的半透明光罩，那是内层隔离阵，楚盟主被困在前线，前长老他们竟然封锁了学府。吩咐下去，以后天赋等级 A 以下的御兽师不得进入内院。诸位，并非学府见死不救，实乃资源有限，必须保留火种，此乃存续之道。放我们进去！妖兽要来了！放我们进去！妖兽要来了！外围的弟子和难民绝望拍打着阵法。面对妖尊压境和内部背叛，全城陷入了死一般的绝望。柳凝霜上前一步，狂风吹得他衣袂翻飞，他将自己 SSS 级的精神力催动到了极致。有我在，想死的
就上前一步。我们没有退路，唯有死战。在他的精神感染下，原本溃退的守军纷纷停下脚步，重新握紧了武器。柳凝霜转头看向我，小金，去吧。交给我。法天象地的白羽身躯爆发出刺目的紫金光芒。柳凝霜的神念如同精准的雷达，将妖尊周围灵气流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映射在我的脑海中，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战术。在柳凝霜的极限微操辅助下，我每一棍都能精准避开妖尊的正面反攻。盘龙长棍带着纯阳之火，狠狠砸向妖尊的肉壁。紫金龙元与炼狱妖尊正面硬刚，但躲在妖兽后方的叛徒冷晴天，此时却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。哼！长棍砸在肉翼上，炼狱妖尊吃痛，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。冷晴天见状，带着冷家精锐从侧方冲了出来。我已破坏了苍云城的3处阵眼，求妖尊大人赐我冷家无上魔功，让我们成为新世界的主宰！我冷眼看着这个跳梁小丑，妖尊低下头，巨大的树瞳冷冷地盯着冷晴天。干得好！既然你这么忠心，那就成为本尊恢复伤臂的养料吧。什么？不！冷晴天甚至来不及反抗，连同他身后的冷家精锐全都被卷入了飞雾之中。妖尊抽干了冷家所有人的灵力，将其化为废人跌落在地。吸食灵力后，妖尊胸口的伤势瞬间愈合。蝼蚁们，结束了。妖尊猛地吐出一道足以毁灭半座城的黑焰光柱，直奔城墙上的柳凝霜而去。毁灭黑炎铺天盖地而来，为了保护全城百姓，柳凝霜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悲壮决定。凝霜，我目眦欲裂，想要回防已经来不及了。黑炎光柱带着毁灭的气息轰然而至，战无极等人已经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小金，不用管我，攻击他的心脏。柳凝霜厉喝一声，面对这必死的一击，他没有后退半步，而是双手飞速结印，竟然将体内刚刚觉醒的 SSS 及本源之力全部引爆。咔咔咔，屏障上出现无数裂缝。柳凝霜嘴角溢出鲜血，将全部的精神力毫无保留地灌注到我的体内。通过灵魂契约，我感受到了他不顾一切的决绝。我体内的斗战之血彻底沸腾。给我破！我双目赤红。金铜的光芒刺破了无尽黑雾，瞬间锁定了妖尊胸口那团跳动的黑色核心。柳凝霜拼死挡下致命一击，为我争取到了唯一的机会。这一棍能否彻底终结炼狱妖尊？这一棍，叫你灰飞烟灭！苍云城守住了。妖尊虽败，但如果让他逃回深渊，恢复原力，苍云城必将迎来更可怕的报复。想跑？问过我了吗？小金，带上我。坐稳了。他在那边。两只不知死活的蝼蚁，竟然敢追到本尊的地盘！在我的地盘，我就是主宰。小金，他在强行吸收过量的深渊能量，他的核心已经碎了，根本承受不住。懂了，既然他这么爱吃，那就让他吃个够。
想把这里炸塌吗？不，我不想死！一代深渊霸主最终死在了自己的贪婪之下。哎呀，妖兽退了，老夫正准备出来大杀四方呢。你这个老匹夫，兽潮退了你出来，真是欠收拾！小金，封住城门。柳凝霜，你想干什么？你难道还想对我动手？在苍云城破之际，你们封锁学府大门，弃全城百姓于不顾，你们也配叫师长？从今日起，柳凝霜的话就是我城主府的命令。我不杀你们，因为你们不配脏了小金的棍子。战城主，废除他们所有的学府与城民玉牌，没收所有资产用于抚恤战死将士，将他们全部驱逐出苍云城。你敢！没有我们，你们怎么重建？饶命啊！人群角落里，冷月星披头散发，疯疯癫癫的笑着。冷家覆灭，契约兽惨死，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都化为了泡影，最终在路人的唾骂声中跌跌撞撞地走入荒野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清算结束，恶人伏法。经历了这场生死浩劫的苍云城百废待兴。3个月后，苍云城的城墙已经重新修缮完毕。他没有接受学府盟主的职位，也没有去城主府任职，而是成立了苍云城第一支深渊探索军。城墙上微风拂过柳凝霜的长发。小金，城里的事情差不多安定了。战城主说，在大陆的中心还有更广阔的天域和更强大的御兽师。我们去看看，怎么样？我蹲在城墙的垛口上，手里掏着一枚高阶妖核，嘎嘣一声咬碎咽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。我一跃而起，稳稳地落在他的肩膀上。阳光拉长了我们一人一猴的影子，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前方还有更广阔的天地。